雞腿不要總是蒸着吃，或者是凍湯。今天搭配南瓜，分享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。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，我是阿光。首先往雞腿肉裡面加入1大勺食鹽。像這種新鮮的雞腿肉是不需要焯水的，我習慣用食鹽粗洗，再反覆都淘洗2遍，這樣可以把表面的絨毛、雜質以及多餘的血水處理乾淨。經過這樣處理一下，雞腿肉的腥味一點都沒有，吃着更乾淨更香。看似非常普通的雞腿肉，其營養十分豐富，富含優質的蛋白質，肉質細嫩好吸收，脂肪分布適中，比全素肉更香，吃起來不柴。把洗好的雞腿肉直接撈出來，控乾水分，接着剁成小條，然後再剁成1公分左右的小方塊，盡可能的剁均勻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處理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蠔油、生抽，下手抓拌均勻。這裡我們就不需要添加食鹽或者是料酒，加入食鹽醃出來的雞腿肉會很柴，料酒的味道很衝，吃起來有一種怪怪的味道。最後加入小半勺的紅薯澱粉，澱粉是給雞胸肉起個保護的作用，在炒制的過程中營養和水分不容易流失，而且吃起來口感不發柴。最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锁住雞腿肉的營養和水分不流失，充分的抓拌均勻，醃制10分鐘左右。把清洗乾淨的小南瓜對半切開。挑選南瓜，我們要挑選這種外表看起來顏色翠綠，這種才更加鮮嫩多汁。底部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切掉一小部分，然後再切成寬條。一隻南瓜切成6等份，裡面的瓜瓤含水量特別重，我們一定要處理乾淨。接着切成大約1.5公分左右的小塊。這種青南瓜熱量低，水分足，口感脆嫩清甜，好消化，質地溫和，不刺激腸胃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和配料。去完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大蒜可以稍微的多準備一些，增加雞肉的蒜香味。切好放在小一點的碗中。一小塊脆皮的老薑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。老薑不僅可以去腥，同時還可以增加食慾。喜歡吃辣一點的，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小米椒可以增加辣味和搭配顏色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炒制。鍋中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雞腿肉直接倒在鍋中。剛下鍋的雞腿肉不要直接去動它，大約煎至1分鐘左右，使雞腿肉的底部慢慢的定型。開大火，快速翻炒均勻，炒到雞胸肉完全的變色，微微的收緊出油，香味一下子就出來了。很多朋友在炒雞肉的過程中總是在糾結，到底是焯水還是直接下鍋。其實焯過水之後，雞腿肉的營養和水分都會大大的流失，而且口感也會大打折扣。這是炒了3分鐘左右的效果。把雞肉炒到肉質緊實，不發紅，沒有血水，這樣炒出來的雞腿肉鮮嫩不柴，還特別的入味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盛出來，放在一旁備用。鍋留底油，下入切好的薑蒜，小火煸炒出輔料的香味。接下來把切好的南瓜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南瓜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香味。
經過這樣提前炒一下，可以去除裡面的澀味，同時激發出南瓜的清香味，也不需要炒太長時間，炒到南瓜微微變軟，邊緣微微透亮就可以。接下來把炒好的雞腿肉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勻，使雞腿肉和南瓜完美的融合。要想南瓜和雞腿肉充分的入味好吃，我們要燜煮一會兒，往裡面加入小半碗的溫水，有條件的也可以加入少許的啤酒。接下來加入大半勺的食鹽調味，因為雞胸肉已經提前醃製過了，不需要添加太多的調味料。扣上鍋蓋，開最小的火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，使雞腿肉和南瓜充分的入味。時間差不多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南瓜和雞腿肉的鮮香味。因為這種青南瓜特別的鮮嫩，所以我們煮製的時間千萬不能太長，不然的話南瓜很容易煮成糊狀，那樣的話就不好看了。能夠用筷子輕鬆的插入，證明現在的南瓜已經完全的成熟了。開大火把鍋裡面的湯汁收至濃稠，接下來把切好的小米椒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小米椒充分的和食材完美的融合，使南瓜和雞腿肉充分的吸收小米椒的香辣味。在出鍋之前加入少許的白胡椒粉，增加香味。開大火把湯汁收至濃稠，一道清爽又下飯的青南瓜炒雞腿肉就做好了。青南瓜脆嫩清甜，吸滿了雞肉的鮮香味，色澤翠綠鮮亮，看着就特別有食慾。雞腿肉滑嫩不柴，鹹香入味，一點腥味都沒有。整道菜清淡不油膩，高蛋白低負擔，好吃又健康，老人孩子都特別喜歡。雞腿肉吸收了南瓜的清香味，吃起來特別的入味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，並且轉發。點往圖像還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製作視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